朋友们，又一重磅消息，就在10月30号，俄罗斯多架停靠在自家机场的卡52武装直升机被友方人员给炸了。这大兵呢是万万想不到的。那么当时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俄罗斯人员又为什么会炸自家直升机的？别急，咱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年对于卡莫夫设计局开发的卡52短吻鳄重型武直来说呢，属实是一个极为糟糕的年份。在俄乌战争中经历了短暂的高光之后，随即就面临着全球最残酷的低空作战环境，以及随时到来的野战防空导弹。截止到现今，已经有超过20架卡52坠毁在俄乌战场上了。而在近日呢，更离谱的来了，就算躲过了战场上的各类袭击，卡52却依然面临着来自友军的威胁。在10月31号晚上，某社交媒体上流传出一段相当模糊的视频。视频中呢，仔细观察和对比后，依稀可以看出一名武装人员正在往几架卡52上安装爆炸物。一开始呢，网友们都认为这是一个游戏模拟画面或者恶搞视频，没想到的是，不久，乌克兰方面就报道称，俄军后方卡52不明原因发生爆炸，事故造成2架卡52严重受损，另有2架有着不同程度的损伤。就在外界对此有些疑惑的时候，俄消息报也报道出卡52受创的消息。至此，各界才意识到，之前出现在网络上有着明显自拍操作和角度的炸弹安放视频，竟然是真的。之后，随着事故的进一步调查，现今已经基本能够确定是由不明武装人员策划了这起爆炸。从炸弹的安放位置可以推测，直接遭受爆炸的卡52必然是受损严重，就算没有完全解体，修复呢也将耗费很长时间。所以乌方称2架被炸毁并无问题。该爆炸最令人困惑的一点就是俄军卡52为何会如此容易被偷袭得手呢？大兵想了一下，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几架卡52是停靠在韦列季耶空军基地。该基地呢是一个知名的防守薄弱型机场，早在2019年就发生过外界记者深入基地偷拍卡52部署照片，最后还全身而退的离谱情况。另外，这次被盯上的几架卡52正处于战后受损的待维护状态。安保力量与前线作战的状态不同，而最重要的则是，虽然有消息说安放爆炸物的是乌军特种部队，但如果从拍摄者的衣着、动作以及方法来看呢，这个概率并不大。再加上该基地距离乌境内比较远，潜入难度相当的大，所以更加合理的猜测应该是俄军内部人员作案。而且从拍摄并上传视频的行为来看，大概率是受人指使的。总而言之，这次卡52在后方基地被炸，最大的可能是基地一名维护或者安全人员受到乌克兰或者西方的指使，期间利用基地防守松懈的漏洞，使用岩石引信和雷管组成定时炸弹，然后安装在2架卡52机顶上。当炸弹在30号晚间爆炸后，2架卡52受到重创，另有2架卡52被波及。随后，该人员再利用时间空隙逃离俄控制区域，然后再将拍摄的视频上传到社交平台，揭露了爆炸事故的真相。而这次事件呢，也从侧面反映出俄军基地的防守确实有着很大的问题。在俄乌战争期间，居然还有人员能够进入军事基地进行爆破之后，还能顺利逃脱，并在晚上公开来安放爆炸物的视频，这打脸真的是太疼了。此外，大兵还有一点要说啊，那就是这种俄人员被收买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9月份，乌军反攻哈尔科夫期间，俄军之所以在前线接连失利，除了战略上的失误之外呢，情报泄露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期间为了查明真相，俄罗斯曾开展了一系列对内鬼的调查，结果一查确实是鬼影重重。根据环球网此前的报道，俄联邦安全局通报了一起叛国罪案件，一名俄公民涉嫌利用工作之便不断向乌克兰传递军事情报，目前已经按照叛国罪立案，嫌犯也已经被捕。在 FSB 的新闻稿中显示，该嫌犯曾是俄罗斯一家航空厂商的质量主管。他在接触到了一份绝密的文件后，期间偷偷拍摄了部分文件内容，然后通过网络渠道将拍摄的照片传输给了一名乌克兰公民。这些照片中甚至有俄军作战航空设备的图纸。首先，乌克兰居民肯定不需要图纸的，结合那时的俄乌局势，可以分析出接受图纸的人员肯定与乌军有关，这也就意味着该主管早就被乌克兰给收买了。大家都知道，俄军在9月份的哈尔科夫战场上是吃了败仗。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乌军从俄军手中接连收复了数千平方公里的失地。而乌军之所以能够大胜，除了战略上的成功以及兵力和装备的补充，必然少不了情报上的支持。除了北约方面提供的情报，俄军内部的情报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乌军通过间谍得到了俄军的军事部署，而俄军却对乌军情报一无所知的话，俄军被打得节节败退就不难理解了。另外，数月前，俄总统普京曾经下令允许所有乌克兰居民通过简化手续获得俄国籍，成为俄罗斯公民。可以想象得到，乌军人员借此能够方便地进入到俄罗斯，然后与境内的合作伙伴里应外合，持续向乌军传递情报。这也就是为何普京在之前特意签署了一项法律，将一切俄公民支持乌军的行为定作叛国罪，犯罪者将被判以12到22年不等的监禁，并处罚金50万卢布。而这名将乌方传递情报的主管，显然就符合叛国罪的定义。除此之外呢，更离谱的是，在俄罗斯间谍并不止一个，而是一片。就在9月5号，俄前记者兼俄航天局前顾问伊万·萨夫罗诺夫就因犯下叛国罪被判22年监禁和50万卢布的罚款。在此之前，萨夫罗诺夫就曾被指控将俄军技术和国防工业的绝密信息传递给北约的情报部门。这不仅让大兵联想到近几个月俄军在战线上是接连失利，导致俄军内部频繁的更换将领的情况。这到底是因为指挥不力才被换下，还是偷偷泄密才被换下呢？所以说现今俄军前线总指挥已经换成了苏罗维金，但是在10月份，根据俄大众媒体的报道，苏罗维金的卢齐亚军团指挥官的家人在乌克兰拥有着价值约200万美元的房产，这是否意味着苏罗维金和其手下也在秘密收着乌克兰的好处呢？好了，我们回归正题。那么俄乌战争到现在，俄军一共损失了多少架卡52？作为苏联俄罗斯开发的第2代武装直升机，卡52的服役生涯可谓说是十分坎坷。早期的卡50因为设计复杂和效果不佳，计划曾一度面临腰斩，对外出口呢也是反应平平。后来卡莫洛夫设计局对卡50进行改进，研发出了全然不同的卡52，这才取得了俄军的高度认可。随着之后俄罗斯资源有限，却也坚持着同时采购卡52和米28。当俄海军决定采购法制的西北风2栖攻击舰时，卡52更是衍生出了舰载型卡52K， 并且部署到了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上，将其作为近距支援火力来使用。然而当卡52名声极佳时，俄乌战争却给了该直升机重磅一击。战争期间，卡52在乌军防空火力下损失惨重。截止到10月25号，美国 The Drive 网站报道称，俄军卡52在为期8个月的战斗中损失了23架，该数据与 ORYX 网站统计的一致。此外，英国国防部认为，俄军在战前只装备了约90架卡52，而外界此前认为俄军应该拥有约110架，这是俄军在几年前公布的采购数量。不过，不管是110还是90架，23架的战损都是相当惊人的数字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数量的卡52在战斗中受损，这或许就是此次卡52被爆破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军事装备在实战中的表现往往影响着它外销的情况，而如今卡52在俄乌战场的表现势必会重创卡52的口碑。这就好比之前苏制的 T72 在伊军操作下惨遭美军屠戮，进而导致全球质疑 T72 的性能，甚至苏联陆军都对其改进型号失去信心一样。卡52高昂的战损使其出口更加艰难，而更加离谱的是，乌军士兵使用机枪竟然也能击落卡52。几天前，乌南方安全和国防军联合新闻中心透露了乌军击落俄军卡52的细节。按照其所说，乌军第53独立海军陆战旅的一名士兵在赫尔松区域发现了一架俄军卡52直升机后，直接用机枪将其击落了。目前还无法证实该事件的真实性，但在乌国防部公布的战报里确实提到了俄军在赫尔松战线损失了多架卡52武装直升机。虽然说按照大众观点，卡52直升机有着坚固的装甲保护，想要将其击落必须使用防空导弹或者高射炮，就算是大口径机枪也很难对其重要部位造成伤害。按照一贯的条例，步兵一旦受到地方飞机攻击，在缺少防空武器时是被禁止还击的。使用步枪或者机枪还击，不仅很难对敌方飞机造成威胁，还容易暴露己方的位置，进而遭到敌机的重点打击，得不偿失。不过凡事都有可能性，这架卡52呢，说不定就是被击中了薄弱部位。此外，乌军前线部队除了中远程防空系统外呢，还有着大量各种型号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战争期间，很多视频都显示出俄军战机经常受到多枚便携式防空导弹的袭击，特别是武装直升机，一旦受到攻击，根本无法像战机那样迅速逃离，在几枚防空导弹的联合攻击下，很容易就会被击落。再者来说，就连俄军的苏34战机都被乌军便携式防空导弹给击落过。除了便携式防空导弹之外呢，乌军还用反坦克导弹来攻击俄军直升机。一旦被反坦克导弹击中，所造成的伤害远远超过了便携式防空导弹。再加上美国提供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有着发射后不管的能力，在攻击悬停或者低速的直升机时尤其有效。而卡52在战场的种种表现呢，也侧面反映出了该直升机的种种问题。首先就是其机炮射击角度受限，由于卡52继承了卡50的武器配置，使用的是安装在机身侧面的30毫米 2A42 型机炮，因为安装位置的限制，该机炮不能像其他安装在机头下方的机炮一样，实现航向方向上约120度到180度的任意角度射击。如果要用机炮打击敌对目标，只能通过转动机身调整角度，对于打击地面目标来说呢，相当不便。在应对突然出现的便携式地空导弹等攻击性高而且难以发现的目标时，有着很大的危险。其次就是机体庞大，易被地面火力命中。现今的武装直升机采用的大多是串列双座布局，主要目的是为了减少机体的正面截面积，进而降低被地面火力，尤其是小口径高射机枪和高炮命中的概率。在这方面，卡52反而特立独行，在机体长度已经接近中型通用直升机的情况下，还因为并列双座导致正面极为宽大，机体规格比其他武装直升机大太多了。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俄军装备的卡52其实是在苏联末期完成主要技术开发的型号，延续了苏联米24以及阿富汗战场的经验，使得卡52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恐怖的12吨。但是相较于几十年前，现今的便携式防空导弹不仅制造成本低，其飞行速度、灵敏度以及对直升机的威胁都显著增加。再加上北约各国援助了乌克兰大量的野战防空导弹，而本身重视提高装甲防护的卡52不仅很难抵御现代野战防空导弹的破坏力，而且由于卡52搭载的装甲太多，机动性差，不符合现代战场的需求。另外，外界近期也开始发现，卡52大名鼎鼎的独有弹射系统在战场上实际作用非常有限。毕竟，一旦卡52遭到多枚导弹的袭击，再加上飞行高度又不高，飞行员一般很难有时间完成弹射。所以，除了早期有卡52成功迫降，以及有一架卡52在被击落时飞行员成功弹射的案例外呢，现今很少有俄军卡52飞行员在直升机坠毁后成功生还的消息了。而这些经验丰富了飞行员的损失，又进一步恶化了卡52的生存环境。还有就是美国媒体曾爆料了一则消息，显示现今卡52存在着严重的结构缺陷，在卡52进行起降的过程中，时常出现机身严重抖动的现象，甚至会导致起落架整流罩的遗失和武器挂载短翼出现裂纹。确实，在某些视频上，我们能够看出卡52在起飞过程中，整个机身都在狂抖。经过一系列的分析认为，大概率是卡52的共轴双旋翼设计所导致的。不过现今并没有公开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总结来说，卡52直升机近期的一系列表现，不仅暴露出该直升机的种种缺陷，也从侧面显示出了俄军内部的混乱。如此一来，俄军惨败也就不难理解了。